红军道祖曾动用10几万门大神通来推演一尊石像，但推演到一半却吓得连天道都变无言。只因我穿越洪荒，成为了天地间第一尊石像，只要有人上香就赐无上神通。这天，一直被红军打残的6耳猕猴，竟然给我上了3炷香。哎呀，这红军老爷太狠了，不让俺听到也就算了，还打俺打得这么惨。什么法不传6耳，道不授通臂，这要是没有几万年的修养，怕是都恢复不过来。通背猿猴叹息一声，只因当年他与6耳猕猴是好友，一起去红军讲道之地听道，但因为都不够格，进不去。6耳猕猴就在外面偷听，然后转述给他，而他则是靠着自己的天赋，拿千山、梭日月前去搬运分宝牙，分给6耳。结果双双被红军发现，不此受成，并且说出言论：法不传6耳，道不授通臂。哎呀，先找个地方闭关吧。这是一座庙，是谁的道场吗？正常来说，哪怕是天仙修士的道场，都显得非常华丽，而眼前这座庙宇却是破败得处处都充斥着岁月的斑驳。通背猿猴疑惑无比，难道有机缘？通背猿猴亦步亦趋地来到无名庙宇中央，眉头都不由蹙了起来，因为他发现这庙宇破败不堪，到处都是灰尘，显然已经许久没人来了。无论怎么看，这里都不像是有什么机缘。哎呀，看来是俺想多啊，这洪荒天地哪里有这么多机缘？恐怕也没有人会愿意给我机缘吧。通背猿猴自嘲地摇了摇头，脸上满是苦涩。自红军一讲已经过去3000个年头，他也深深地意识到洪荒的他。红军对俺惩罚之后，整个洪荒就不可能有人传授俺道法，更加不可能给予俺什么机缘。洪荒中的裂隙的大能者，谁不是见了俺之火，生怕待久啊，就误会俺未来的道途已然断绝。这些年来，修为一直都没有提升过，还要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白眼。这时，通背猿猴的注意终于落在高台的神像上，其身形修长，面容虽说有几分模糊，却难以其独特的气质。若是其真人在世，估计是一位仙风道骨的仙长。这瞬间就让通背猿猴来了精神。这尊神像的模样颇为不凡呀，没有洪荒那些生灵样披毛戴角。这可是修道有成的先天道体大能者才能够获得的殊荣，其中是否有着别样的机缘？想到这里，通背猿猴的呼吸都急促了。他缓缓走到台前，发觉香案两侧放置着几炷香。通背猿猴未曾见识过这些新奇事物，但看了一眼后，心头便生出明路。通背猿猴鬼使神差的上前，点燃明火后，袅袅的青烟如长龙般盘旋，无形中便有某种独特的韵味从中释放。而与此同时，神像空间内，我已经穿越来几百年了，今日终于有生灵来给我上香了。从他的耳朵看，竟然是洪荒中的通背猿猴。你既然诚心参拜，我也不会让你吃亏了。通背猿猴为你上香，你触发了10倍暴击，获得一份金仙气运。通背猿猴第一次为你上香，你触发额外奖励，获得神像般若功。洪荒中最为重要的不是什么根骨和天资，而是气运。气运就相当于万金油，这金仙级别的气运对现在毫无修为的我来说够用了。更何况拜神香并不是一次性的宝物，若是日积月累下来，也是一份非常可观的收获。收下通背猿猴贡献的金仙气运后，林凡便将注意放在了神像般若功上。这部功法是太古世界中的无上功，不仅对林凡来说是当下最好的修炼功法，对通背猿猴来说也是一份天大的机缘。林凡捏着下巴，通背猿猴这个期间应该是因为红军受到了影响，若是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毕生的成就也就那样。若将神像般若功传授于通背猿猴，对方还不得天天为我奉茶上香？就是不知这圣王世界的功法到了洪荒世界是否一样行得通？做主通系统内获取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在洪荒世界通用，并且因洪荒世界特殊性，可超越以往上限，可无限提升。红军道祖曾动用10几万门大神通来推演一尊石像，但推演到一半却吓得连天道都变无言。只因我穿越洪荒，成为了天地间第一尊石像，只要有人上香就赐无上神通。既然可以超越以往，既然能修炼，那就没顾忌了。把神像般若功传给通背猿猴，只要通背猿猴能够时常来上香，收获就会更大。甚至我还可以通过通背猿猴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，获取更多的气运以及奖励。林凡当即准备借助神像空间将通背猿猴拉入梦境，而在同时，外界通背猿猴上香完毕后，就目光灼灼地看着前方的那尊神像。只是他等待良久，也没有见得什么特殊的事情发生，这让通背猿猴莫名有些失望。看来红军的影响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呀！就算眼前这尊不知名的洪荒大能都顾及其中的因果，不敢于人前显圣，恐怕我的这一生啊，就此到头了。就在这时，通背猿猴忽然感觉到头脑昏沉。通背猿猴抱着脑袋，待他清醒过来后，便发觉眼前的景象已然大变。只见入眼的不再是落魄庙宇，而是一方神光璀璨的仙境。这里到处都是袅袅挪挪的灵霞，以及摇曳着身姿的琼花瑶草。在这片仙境中，充满着浓郁的先天灵气，只需吐纳片刻，就抵得上外界数日的修炼。这般发现让通背猿猴的心头颇为震撼，随之而来的便是难言的欣喜。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机缘来了。
这是急忙向前走去，绕过绵延的小道，烘焙猿猴便见得一青年道人落坐于青石之上，竟感受不到半分修为，神念落下，瞬间就透体而过。这就仿佛来自虚无，缥缈模糊，便是当年面对红军道人都没有这种感觉。这究竟是何方神兽？荒野散修通背猿猴，今日特来上香祈祷，只为拜师求道，还望仙场成全我这小小心愿。本座已知晓你的诉求，这是神象般若功，可助你成就无上之境。我传你功法为龙象镇狱境中的神象般若功，此功法以气引神，以神成象，龙象之力，人之一身8亿4千万威力所成。如果苏醒其强力，每一微小颗粒都是龙象之力，全部苏醒，媲美神象，翻江倒海，吼落星辰，摘月吞日，一念之间，8亿4千万头龙象之力凝聚而成。8亿4千万龙象粒子吸收万千之力，将秩序规则法则之力尽数化成龙象之力，此为小成。小成就这般恐怖啊？那大成呢？大成修炼出8亿4千万龙象后，可以召唤出炼狱中的无数魔神，用他们的神力打造成混沌元胎，直接修炼成混沌魔神。8亿4千万龙象粒子，这也只是开启。8亿4千万头龙象可以化成8亿4千万尊大罗金仙，神象大罗。8亿4千万尊大罗金仙又可以提升成准圣。若是8亿4千万尊准圣纷纷正道，那就是正道8亿4千万次，彻底超脱混沌，达到混沌主宰、龙象之王的境界。这般神威莫测，这就是前辈赐予的功法吗？这就是我追求的境界。若有此般实力，我怎会被红军驱逐？流光弥漫，一道红光落入身躯之中，通背猿猴盘膝而坐，完全沉浸在了恐怖的传承当中。化而为象，可御诸天。霞光万千，每运转一个周天，通背猿猴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血脉在强大，仿佛有无尽世界在开辟，神象齐迎，血气冲霄，天地灵气化作漩涡。时光在这一刻似乎失去了意义，洪荒不计年，不过是数年时光，通背猿猴便是便开辟了8亿4千万威力世界，凝聚8亿4千万头荒古神象。金仙中起，通背猿猴呼吸急促，他可以感觉得到，如今在同境界所向无敌，甚至都有把握横击金仙巅峰，乃至是半步太乙的生灵。而且他察觉，神象般若功不需要感悟天道，也不需要参悟法则，只要拥有足够的积累，就能够不断提升。多谢仙长赐下功法，还请仙长收俺为徒，弟子定当随师左右。金仙中期，我还以为通背猿猴是太乙境界，原来之前是5倍暴击获得了契约。不过这样也够了，只要上香者修炼了赐下的功法，系统就能成果。如今我也是金仙中期啊，这5年就抵达金仙。这样说的话吧，收徒上香的越多，我修炼越快。想到这里，林凡看向通背猿猴的目光都变得和善了起来，这可是他修炼提升的外挂。你既然诚心向道，本座便破例收你为徒，今后汝便为我太初门下大弟子，今后好生修行。林凡挥袖，仙境画面消散一空，取而代之是破败荒凉的庙宇。但通背猿猴的眼眸却非常明亮，他确信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什么幻觉。多谢师尊，多谢师尊，俺通背猿猴终于有师傅了。红军道祖曾动用10几万门大神通来推演一尊石像，但推演到一半却吓得连天道都灭不言。只因我穿越洪荒，成为了天地间第一尊石像，只要有人上香就赐无上神通。看着破败的庙宇，他作为弟子自然得维护体面，第一时间就清理了所有杂物，将庙宇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甚至还找来了许多树木种植在了周围。只不过是洞孔神象般若功稍微一推，便是化作了参天巨树。这就是神象般若功，果真不是一般的强大。通背猿猴激动，满脸都是兴奋和好奇，但很快他就平静下来。师尊赐予功法，俺也得多加努力，争取早日突破到太乙金仙乃至大罗金仙。通背猿猴呢喃低语后，便在庙宇旁边落坐下来。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他的栖身之所了。除却每日的修炼外，通背猿猴还会时常给林凡上香。春去秋来，不过短短10年，通背猿猴就突破到了金仙后期。50年后，他便再度破境，来到金仙巅峰。又是100年过去，通背猿猴在金仙巅峰趋近于圆满，如今终于突破到了太乙金仙。同时，神像空间内，林凡耳边也响起一条提示。通背猿猴在神象般若功中感悟出第5门神通，你获得了神魔封印。神魔封印。下一秒，无尽光芒绽放，恐怖的波动爆发而出，无尽的天地灵气汹涌倒灌而下，9天星辰洒落神辉，草木精灵接近散开，日月如赤色的匹裂垂悬而下。徘徊于不周山的鸟兽精怪都被这一幕动静所威慑，无不惊慌失措地跪在地上，似乎天地间的一切都在向着这里凝聚而来。恐怖的波动爆发，而距离这里数千里外飘过一道绝美的身影，他面容素雅，体态婀娜，正是12祖巫之一的后头。数多年了，这可怎么办了？自从当初红军道祖紫霄宫听道，已经过去数千年了。有了道祖讲道，万族都获得了机缘。如今天下昌盛，妖族崛起，
但巫族却因为没有元神，听不懂圣人大道，没有寸进。长此以往下去，巫族注定会被时代淘汰。对于这一切，后土心中自然是忧虑万分。而就在这时，他却猛然察觉到远方爆发的异象。这是什么？一只猴子。一座孤零零的庙宇出现在所有波动的最中心，这庙宇的四周打扫得很干净，一只猴子正坐在庙宇之前。通背猿猴。后土诧异不解，对于这只通背猿猴，后土自然是非常清楚。昔日红军讲到，对方拥有拿千山、缩日月的天赋，居然想要凭借天赋带走分宝牙，结果自然被狠狠的教训，让对方一度成为洪荒中的笑柄。可是昔日沦落为笑柄的通背猿猴，不仅是突破到太乙金仙，貌似还获得了独特的传承，血气浑厚，即便是同境巫族，也要为之汗颜。对方获取的传承非同小可啊，几乎是脱胎换骨般。后土神色凝重，注意到了通背猿猴身后的小破庙。这座庙宇的风格略显奇特，并没有那些修饰洞府的华丽恢宏，只是很干净而已。从外表上根本就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。难道说通背猿猴的修炼传承是从这里获取的？道祖言语之后，还有谁敢传通背猿猴道法？不管了，去看看。我有预感，这里或许有我巫族机缘。古老的庙宇前方伴随着一阵流光浮现，后土缓缓出现，而几乎是在他出现的一瞬间，通臂猿猴也猛然从修炼中惊醒。看见这道人影的第一瞬间，通臂猿猴瞬间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，也感受到了对方的强大。这是祖巫，是巫族的祖巫，12祖巫，每一个都是洪荒中的巅峰大能。即便是妖族之中实力最为强悍的帝俊东皇太一，面对巫族的12祖巫都不敢掉以轻心。如今这后土究竟为何会出现在此地？通臂猿猴不知晓后土的来意，脸上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，身上的气势也在急速攀升，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。似是察觉到了通臂猿猴的紧张，后土展颜一笑：道友昔日与紫霄宫受挫，却是不想另有一番机缘。后土，这厢有礼了。没有敌意。见得后土并没有展露出敌意，通臂猿猴的心神渐渐放松下来，不由看了眼身后的庙宇，心中的底气都变得充足起来。见得通臂猿猴不知觉地往身后的庙宇瞟去，后土眼中的神光都略微明亮起来。他在下意识地往后看，他修炼传承果然是从这里获取的。我自洪荒游历到此，通臂猿猴道友就不请我进去坐一坐吗？通臂猿猴略微一愣，有些犹豫，但看着香火之后，便是深吸一口气。道友里边请。后土点头，微笑着走入庙宇。庙宇当中的陈设非常的简单，墙壁虽然干净，但很破旧，神像也面容模糊，也就只有香炉上飘荡的青烟，才能够看出几分烟火气。这平平无奇，甚至是破旧的景象，让后土都微微一愣。在他看来，通臂猿猴既然从中获得修炼传承，也就说明这里是某尊大能的道场。外表看起来破旧，其实是别有洞天。可是他真正来到这座庙宇后，才发现这是他想多了。小破庙依旧是小破庙，他从外边看到是什么样子，里面依旧是什么落魄样，不禁让后土的心神都有几分动摇了。这通臂猿猴的修炼传承真的是从这里获取的，无论是怎么看，都不觉得眼前的庙宇到底有什么玄机啊！作为混世四猴之一，通臂猿猴心思自然极为细腻，早在一开始便察觉到后土的想法。后土身为12祖巫之一，身份不低，有这样的伤灵为师尊上香，倒也不算辱没了师尊。正好今日我还不曾上香，道友不妨前去上3炷香，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上香，这有什么用？但在迟疑片刻后，后土终究还是决定听着通臂猿猴的劝告，试上一试。放眼洪荒中，他大罗金仙级别的大能，他都是最顶尖的一批强者，就算是出现什么问题，也有把握脱身离去。与此同时，神像空间内，林凡依旧在盘膝修炼。他不知道外面已经来了一个人，经过通臂猿猴的香火跪拜后，他的修为已经抵达了太乙金仙，覆盖了方圆无尽之地。但或许是在修炼，或许是后土真的没有敌意，他并没有太过察觉，就算是察觉到了，也没放在心上。而就在这时，后土为你上香，触发100倍暴击，你获得了一份准圣气运。后土第一次为你上香，你触发额外奖励，你获得了盘古意念法。2团灿烂的金光落下，让原本正在盘膝打坐的林凡猛然睁开了眼。准圣气运，盘古意念法，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？林凡看向神魂空间外部，顿时就看见了一个模糊的人影。这是后土。冥冥中，林凡洞悉了对方究竟是谁，顿时眼前一亮。不愧是大气运之人，竟然能获得准圣气运。在洪荒中，也就冥河、鲲鹏、帝俊这些先天神圣才能够修炼这个层次。看起来我这通臂猿猴弟子还真没白收啊！一边说着，林凡随即又将注意放在了额外奖励上。一般来说，系统额外奖励的事物都比较丰厚，这个既然冠以盘古之名，向来应该不错。片刻后，林凡睁开双眸，逐渐明白了这修炼法的作用。盘古意念法，这竟也是一门直指混元的修炼功法，但更加突出精神层面，能够以精神意念取代元神。若是修得意念法，当可以心念化万物，甚至一切元神残缺。难怪会是这种修炼法，是因为可以弥补巫族元神残缺吗？外界后土上香完毕后，并没有发觉到什么异象，忍不住微微蹙眉。你且稍等片刻就好，相信师尊很快就会回应于你。
莫要随意乱动，惹恼了师尊。后土将信将疑的点点头，只是不等回答，下一刻就感觉有某种玄妙的力量正在入侵他的意识。这是后土的脸色有些变了，因为他发觉这股力量有些大的可怕，在这股力量的覆盖下，他就如同风雨中的扁舟，竟然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。我可是大罗金仙级别的祖巫，已经屹立在洪荒的巅峰，为什么面对这股力量却如此狼狈？看着周围空间，后土不禁打了个哆嗦，因为他察觉到，在这空间内，他的一切秘密都无所遁形。即便是生死，竟都已经落入他人的掌控中了吗？这种感觉让后土微微打了个寒战。待他冷静下来后，才发现前方现出一条羊肠小道，而在这道路的尽头，则是盘坐着一名青年道人。后土看着林凡，眼中闪过光芒，心中震撼。这前辈究竟是谁？为何我从未见过？而且他身上的气息竟然捉摸不透。要知道，我可是12祖巫之一啊，居然看不透彻。难道这也是一尊圣人？后土深吸一口气，后退几步，缓缓打了个起手，丝毫看不出巫族修士该有的莽撞。晚辈后土贸然打搅前辈的清修，还望见谅。面对后土的态度，林凡早已预料，从空壁猿猴的态度上，他就能看出来，在这神像空间中，他几乎是无敌的存在。略微一思索，他便借助神像空间的力量，于后土跟前去现出一个白玉蒲团。你能够来到这里，就意味着缘分。坐吧。后土落坐在白玉蒲团上，尊敬无比的同时，娇俏的脸上隐隐现出几分喜色。从初步的情形来看，我在前辈面前的形象应该还是不错的。敢问前辈，那通臂猿猴修炼的功法，可是来源于前辈？后土试探询问的同时，自然也有几分期待的。本来没想到前辈能回答，没想到通臂猿猴修行的乃是神象般若功，修炼到极致可比肩混元。你若是感兴趣的话，稍后可让通臂猿猴教导你。林凡声音平静，脸上满是淡然的神色，好似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可落在后土耳中，就如同惊雷般响亮。这竟然是直指混元的修炼功法，莫非眼前之生灵确实拥有比肩红军的实力？否则的话，对方为什么会拥有这种层次的修炼功法？如今3界之中，修炼法并不多，即便是巫族传承的九转玄功，也只能够修炼到准圣层次罢了。便是盘古、三清、帝俊、东皇这些先天神圣的传承功法，也差不多能够修炼到准圣层次。而眼前的前辈，居然随随便便就拿出混元层次的道法，还能够传授于我。想到这里，后土的呼吸都因此而急促了几分，但很快他的表情就重新暗淡了下去。后土在此多谢前辈的好意，只是我巫族并未诞生元神，恐怕修不得这般功法。不知前辈可有让我巫族诞生元神的办法？后土说这话的时候，心脏都在不断的跳动着。按理说，到了他这种级别，早就已经可以控制自己身躯的每一寸区域了，但现在却连最基本的心跳根本控制不住。周围的空间带着一种神秘的力量，仿佛将他压制到了最初的状态。能够轻易拿出神象般若功这样的绝世功法，想来见识非常广博。或许真的有能让巫族获取诞生元神的办法。哦，这里还真有让巫族诞生元神的功法。前辈竟真有凝聚元神之法？自然有，而你可以付出什么呢？轻松得到的自然不会重视。虽然本来就是借助后土上镶出来的，但一鱼两吃也是不错的。后土深吸一口气，表情凝重，下一秒他直接就上前一步，一把割开了自己的手腕，鲜血滚滚间，他直接以这些鲜血符号为引，沟通诸天。若前辈愿意赐予我巫族元神修炼法，后土愿以周天大道起誓，愿意为前辈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伴随着后土的话音落下，天空中隐约之间似乎有无数雷云汇聚，周天之间符文万千。这一刹那，周围时空似乎都在紊乱，仙葩、圣辉、山、琉璃，无穷尽的仙本层出不穷，而那些竟然都是雷云所化。下一秒，一道紫色雷霆便是陡然坠落而下，竟然冲入了神魂空间之中，化作雷鸣闪电，在后土的眉心落下了一枚猩红的流光。这竟是大道誓言。此事周天大道弓箭之，永不背弃。倒也不必如此，实际上你只需要每隔一段时日来与我神像前上香即可。上香？这么简单？难道说里面还有什么奥秘？但又有如何呢？只要能救巫族，晚辈谨遵前辈吩咐。这是盘古意念法，可用意念取代元神之力，同样能够发挥出种种不可思议的威能。今日便传授于你。刹那间，无尽玄妙蔓延此地，浩瀚生机与神念同时蔓延出来，瞬间便是包裹住了后土。在这一瞬间，后土仿佛望见了无尽神魂。与此同时，距离这里极为遥远的一片空间混乱之地，12祖巫之中的帝江猛然抬起了头来，眼睛中迸发无尽时空风暴。这是什么波动？谁在跟我巫族道义？他的面容严肃，从那微微扇动的羽翼与颤抖的手掌可以看得出来，帝江的心情显然不怎么平静。巫族道运被波动了，这是谁做的？就在不久前，他原本正在不周山脉的一处隐蔽空间中修炼，但刚修炼到了一半，就察觉到了一股极端的恐怖，让他所有的身躯都感到一阵莫名心悸。仔细观看，才发现竟是巫族道运被波动。不对劲，
帝江深吸一口气，伸出手来，刹那之间，周围空间一一崩碎碎裂，一片空间之门出现，混乱的空间裂隙爆发出强大的吸力。但帝江无视了这一切，走入其中。待其走出来后，周围的空间已然大变，无尽星辰环绕他，上方漂浮着宇宙，星辰近乎都近在咫尺。他抬头看着空中，但很快，他的表情却更加严肃。居然这样都无法看清楚啊！深吸一口气，帝江盘膝而坐，背后两对翅膀拍打，4只手臂缓缓掐印着。周围的星空因此而挪移，数不清的云朵浮现，隐约之间星光垂落，居然在这里还做了一片纵横交错的棋盘。帝江手捏印诀，开始推演卜算。鸿蒙未定，天地已卜，太初阴阳，清浊自分。伴随着帝江的言语，周围的空间因此而纷乱一团。然而，任凭他如何推算，就是推算不出来。被干扰了，这究竟？深吸一口气，帝江紧闭双眸，周围的烈光猛然急速闪耀了起来。他想要以太古巫族之力强行推算，然而下一秒，帝江猛然起身，张嘴就喷出一口浓郁的鲜血，身后也跌落大片羽毛，周身的气息更是瞬间紊乱。这因果反噬，这究竟是谁在动我巫族气运？难道说是妖族？不，气息不像，必须要尽快召集诸多祖物，商讨此事。攥紧拳头，帝江神情凝重，深吸一口气，一步跨出，陡然消散在天地间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帝江的推演，另外一边的林凡也察觉到了一点异常。这是什么波动？隐约之间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偷窥，是有人在推算？默默盘算了一下，但很快林凡就不太在意了。这波动似乎并未影响到他。而就在这时，原本正在修炼的后土那边也陡然闪烁出了光芒，围绕后土周身的残茧陡然化作一道流光，猛然炸裂，后土缓缓走出，周身荡漾氤氲缠绕。效果如何？这是元神，虽然只有很小一点，但真的是元神，巫族有救了。看着这一切，林凡也满意点头，因为就在后土小人元神走出来的一刹那，他也感受到了自己神魂的巩固与强大。果然，我能获得的好处比后土只多不少。这一次交易实在赚了，不仅仅是获得了宝贝，元神修为也增长了，还获得了一次准圣级别的香火。望着那个金色小人，后土呆愣了许久，才从意念法中回过神，立刻恭敬对林凡行礼。多谢前辈传授功法，今后若有什么吩咐，后土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后土浑身都在颤抖，世人都说巫族强大，但只有他才真正的知晓，这盘古意念法对于巫族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。可以说，这绝对是一门改变巫族命运的无上法门。在以往，巫族都只有靠着强横的肉体来战斗，面对神魂的进攻根本无效，上限几乎已经锁死了。但现在，这功法让巫族看见了前进的希望。但在激动的同时，后土也明白另外一件事：今日习得这门功法，巫族怕是很难还清前辈的因果了。能修炼就好，这修炼法是我偶然所得，算不了什么大事情。这还不是大事吗？不愧是前辈，不知前辈这修炼法，我是否可以传给其他巫族修炼？多谢前辈仁慈，后土代表巫族感谢您的大恩。不知前辈道号为何？晚辈还不曾请教，还请前辈明示，好让我巫族铭记前辈恩德。既然传下道法，他自然是期待有更多人知晓他的存在，而且越多的生灵上香，他的修为也就会更强。无本无名，但倘若非要称呼的话，也可称我为太初。今日的交谈就到这里吧。说完，后土的眼前一花，待他再度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已经重新回到了那座破败荒凉的庙宇当中。道号竟然是太初，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取得道号啊！在洪荒中，最讲究的是因果，但凡是涉及到气运、因果、道号之类的，都是有着一定忌讳。就如同这太初，代表是混沌未开的某种状态，蕴含了极度玄妙的智力，更涉及到无量因果。以前辈的表现来看，显然是有资格承载这个名号的。这是不是意味着对方乃是天地未开之际就已经存在的生灵？是了，能够解释了，为何前辈会这么照顾巫族。倘若前辈是和盘古同一时期的生灵，彼此间又是友好的话，那么对身为盘古后裔的巫族自然会多关照一分。而在同时，不远处的通臂猿猴见得后土回过神来，也微笑了起来。不愧是师尊啊！即便是后土这样的先天神圣，面对自家师尊的时候，你也差点说不出话来。道友此行收获如何？多亏了道友提点，后土此行收获可谓之甚大。后土回想麒麟凡的恐怖之处，以及盘古意念法的强大，脸上的笑意根本就隐藏不住。有了这门功法，巫族也就寻找到了出路，他自然是满意无比了。道友若是满意的话，可以时常前来上香，相信师尊会时常护佑你的。这后土既然拿了自家师尊的好处，怎么也得多上几次香，表达一下谢意吧。道友此言大善，待我处理完巫族事宜，定当前来感谢。道友这是何意？师尊赐予宝物，只需铭记师尊即可。这些东西是……道友请收下吧。若是没有发现道友在此，后土也根本就不会关注到这荒凉的庙宇。这些天材地宝可以滋养血气，想来对你的修为会有所裨益。既是如此，
那通臂便是多谢啊。通臂猿猴收下宝物，又是寒暄一番之后，后土便是请辞离去。神像空间内，林凡见得后土已经离去，眼中都露出几分笑意。渔网已经撒下，接下来就是等着收获的时候啊！希望这巫族不要让我失望。而在另外一边，后土在离开庙宇之后，根本就没有多待，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加足马力，迅速朝着巫族之地冲了过去，甚至还不惜动用了本命神通，为的就是要将这宝贝迅速送回族群之中。刚一回来，他就动用神通，激动地大叫了起来：“大哥，二哥，你们在哪里？快出来！我有要事要告诉你们。”然而，让后土疑惑的是，任凭他如何大叫，大殿中都没有人要出来。就在后土疑惑的时候，大殿之中终于跑出来了一个大巫。后土长老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就在不久前，帝江祖屋发布了紧急召集令，似乎是族内出现了大事，您快去看看吧。他们全都在盘古大殿集合了。帝江，发生什么事？你这火急火燎的把我们召集过来。之前红军老师讲到时传下来的攻塔不对，俺正在研究对策了，有事就快点说。祝融，脑子里都是肌肉跟火焰吗？闭嘴！研究功法就研究，别说些没用的。见得祝融说话都不过脑子，共工忍不住开口呵斥。他们虽说不敬天道，却是不得不承认红军强大。对方作为洪荒中第一尊天道圣人，绝对不是现在的巫族能够招惹的。公公，你是想和我干一架吗？西兹跟强梁对视一眼，无奈叹气。他们两个一天不吵架就过不下去了吗？水火不相容，祝融执掌火焰，共工明水玄机，两者向来是不对付，都说不到一块去。就在这时，高坐在首位的帝江平静地看着两巫。你们若是想要干架，稍后我便亲自来检验你们的修炼成果。若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，可就不要怪为兄不客气了。听得帝江的话语，祝融和共工都收回了视线。面对这位帝江大哥，在场的众人都不敢有任何意见。他也是12祖巫中实力最为强横的一尊祖巫，深得众人的敬畏。即便是祝融这样满脑子都是肌肉的家伙，面对帝江都不敢有任何造次。大哥，究竟是发生何事了，定要召集吾等12祖巫？这次确实是出大事了。就在不久前，我察觉到我巫族的道运发生了变化，被波动了。听到这话，玄冥脸色一变，甚至不仅仅是他，就连其他的几个祖巫也是猛然扭头看了过来，高芒认真地看着帝江。道运波动，所有的祖巫都沉默了。要知道，在这天地之间，道运便是代表了一切，乃是冥冥中天地的意志。每一次一族道运波动，都会代表着整个族群发生滔天祸乱。上一次的道运波动，还是在曾经的龙汉初劫，红军讲道之时。大哥，这一次的道运波动是好是坏？不清楚，所以这一次是找你们来商量对策的。我也无法推算出究竟是谁导致的，甚至因此在世。还有什么要商议的？要我说，肯定就是东皇太一跟帝俊那两个狗东西。仗着红军讲道之后，他们拥有神魂开始修炼了，越来越肆无忌惮的不把我们巫族放在眼里。这不一定，祝融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东皇太一跟帝俊都在太阳中闭关，并未出来。那究竟是谁？事关道运，不可不防。大殿之中沉默了一会，虽说巫族拥有得天独厚的力量，但在智慧方面属实没什么研究，此时根本就分析不出来什么问题。许久之后，还是帝江打破了平静。后土呢？怎么没来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到。帝江微微皱眉，然而就在他打算推演卜算之时，外面的长空里陡然传来了一阵破空之声。大哥，别来了。大哥，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忽然召集吾德？是有什么事吗？就在不久前，巫族道运被波动了。什么？巫族道运被波动了？这是谁干的？后土神态焦急，伸出一只手来推演卜算，果不其然，发现道运当真发生了改变。居然是真的。然而就在他打算继续询问什么的时候，后土却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，脸色微微一变。等等，这道运改变的时间，大哥，这道运波动的时间大概是多久之前？大约数日之前。怎么了？数日之前，原来是这样。大哥，我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了。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。哦，好事。就在数日之前，吾在游历红光的时候，遇见了一位前辈，从他手中获得了诞生元神的办法。后土的话音刚一落下，整个盘古神殿内的空间就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后土。整个大殿之中针落可闻。片刻之后，他们尽数脸色狂变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找到了诞生元神的办法？后土，你当真找到了让我巫族诞生元神的方法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巫族吐纳地沙浊气，自身的一切都和煞气结为一体。寻常生灵出之必死，也就是我们的肉身足够强大，能够承载煞气的侵蚀。可也因如此，我们体内的元神也因为煞气的侵蚀而溃散。后土，你究竟是如何找到的？这一刻，其他的12祖巫尽数都骇然了，就连帝江身边也猛然爆发出了恐怖的巫力。盘古大殿微微颤抖，浩荡力量蔓延整个大殿，甚至就连大殿表面都开始剧烈的颤抖了起来。后土，你确定没有说错？这事可开不得玩笑。共工此时也没有空理会祝融了，他死死盯着后土。当真如此，以我巫族的状态，
怎么可能诞生元神？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，后土没有太多解释，因为他知道光说是没有任何效果，不如直接展示。诸位请看。刹那间，神光璀璨，威势非凡，呼啸间便有滔天道运绽放，整个盘古神殿内的空间再度剧烈颤抖了起来。这一次是因为先天灵宝绽放出来的威势，其颤抖的幅度远超先前的一幕。是真的掌握了诞生元神的办法。这先天灵印乃是专门用来补全我巫族元神手段缺失的先天灵宝，乃是天地第一缕灵根以失元神所化。往日里虽然可以催动，但毕竟是先天灵宝，没有元神，绝不可能如此轻易操纵，也不可能激发其中的道运。这后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其他祖巫先是一惊，随后也是大喜。祝融看着后土身边的小人与激发的先天灵宝，呼吸急促。若是巫族拥有元神，我巫族的整体实力都能够得到飞跃的提升。望见这一幕，即便是沉稳如帝江，也忍不住目光火热。后土，这术法是你在当初紫霄宫听到有的感悟吗？大哥，并非如此，这是我机缘巧合获得，多说无益，诸位先尝试一下。这不好吧？这种功法可以随意传吗？那位前辈已经允许了。好，那就从我先开始吧。先开始了什么？一起传。身为巫族，他们粗犷无比，每一个巫都对他是绝对信任，这也是他愿意冒着风险询问前辈是否可以传递功法给他人的原因。那我就开始了。听得后土发话，在场的众人都安静下来，恨不得马上就能够接触那替代元神的办法。这是盘古意念法，可用自身意念取代元神，其第一重要义便是引煞气入体，淬炼自身意念。不过短短片刻，后土便是将相应的观想法传授于众人。帝江、祝融乃至是竹九阴等人，尽数闭上了双眸，都是非常认真的感悟着。不过多久，玄冥额头之上便是陡然浮现出了一片冰蓝色的光晕。竟然真的可以，我巫族也有元神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其他众多祖巫尽数心情火热，尤其是祝融更是如此。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，众位祖巫们也在竭力修炼着盘古意念法，借助煞气来淬炼自身意念。伴随着时间推移，其他人终于也凝聚出来了。我凝聚出来了。我也是，不可思议。原来如此，居然是通过这种方法凝聚元神吗？手段太高了，这术法比我追晓的一切都精密得多。12道流光在殿宇内盘旋，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威能。若有洪荒生灵见得眼前的一幕，怕是得吓得心惊肉跳。巫族12祖巫的实力已经非常的强横，凭借着12尊大罗金仙，他们已经成为洪荒中的2大霸主级别的势力。而如今，他们的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楼。而就在他们修炼成功的同时，另外一边，检测到12祖巫于盘古大殿修炼完成，暴击获得10倍12祖巫元神之力。恢宏流光，震撼天下。12祖巫神魂之力刚一现身，就让整个神魂空间都开始激烈的抖动起来。12祖巫反馈的元神之力，本以为只是在这里传递下去才有用，没想到只要是根源在这里就行。不愧是太初祖巫，好浓郁的力量。可惜这修炼法太玄奥，也不知道寻常巫族能不能看懂。不管了，先收纳再说。吸收了这些力量，或许更有一天，我可以脱离泥潭，离开神庙，遨游3界天下。而在距离这里更为遥远的盘古大殿那边，更加可怕的波动汹涌爆发而出，12道流光盘旋在天地间，它们已经从殿内扩散了出去。每一道流光都蕴含着极其恐怖的威能，哪怕就算是同为巫族的存在，亦是对这股气息震撼的站立无比。无数巫族存在跪地磕头，数不清的生灵膜拜，周围的各种植物更是疯了一般的生长，浓郁的生机蔓延，也不知持续了多久。终于有一天，成了，我成了。长空浩荡，9天之上，帝将睥睨八方，眉心之处一道灵光闪烁，伴随着元神的诞生，他周身的无上风采愈发恢宏。下一秒，不仅仅是帝将，剩余12祖巫尽数现身长空之上，他们周身气势浑圆无缺，眉心各自有小人一闪而逝，显然已经彻底掌握了那盘古炼神的法门。恐怖的气势陡然席卷长空，看着这一切，祝融陡然大笑了起来，烈火熔岩反卷天穹。果真可以动用啊！我也已经可以动用这先天灵宝了。我等巫族12祖巫本身就已经强悍，肉身无敌。而今又可以锤炼元神修炼法，又能够动用先天灵宝，实力的提升简直是翻倍。有了元神的巫族，绝对会迎来脱胎换骨般的变化。后土，不知这门功法来源于何处？我巫族受恩甚大，来日定当亲自登门道谢才是。听闻此话，后土自然早就已经有了讣告，闻言微笑着回答：这盘古意念法来源于不周深处的一座庙宇，其间的主人名为太初，或许是和盘古父神一个时代的生灵。后土没有隐瞒林凡的来历，但是听到这话后，帝江和竹九阴众巫竟是一惊。这门功法竟然有这么大的来历，这名为太初的神秘人，莫不是先天神母？极有可能，但这位太初前辈很宽容，并未有太多的要求，只是曾经与我诉说，多去上香拜见即可。这可真是太宽宏了，应该是与盘古父神有过联系，所以才会给予出手相助。多半如此，小妹。虽说前辈没有要求，
但吾等做晚辈的，却不能失了礼数，需要准备相应的礼物，带着吾等前去拜见。虽说他们巫族单纯，智慧不多，但不代表没脑子。这么大的好处，如此大的恩惠，注定要前去报答。说是拯救了巫族都不为过。但是什么礼物好了？我巫族的宝贝虽然多，但除了先天灵宝之外，很难有拿得出手的。而且先天灵宝因果牵扯太大，随意送前辈，或许反而不是好事。那就多送一些其他的。我们不能送自己的，难道不能送其他人的？啊，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你之前不是说妖族那几个扁毛畜生有些嚣张吗？在去拜见前辈之前，我们或许可以先去给帝俊和东皇太一那几个扁毛鸟一个惊喜，从他们的藏宝库中挑选一些东西来。在习得盘古意念法后，众人的修为虽然没有提升，但是战力已经提升了不知道几倍。天昊攥紧拳头，待我们配上几件极品先天灵宝，或者是上品先天灵宝，以我等当下的实力，绝对能够打得妖族抱头鼠窜。祝融闻言，眼中更是露出了狂热无比的战意。说的是急，我珍宝多年的烈火，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对上妖族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半点心理负担，这些可是他们天然的血食，同时也是他们的生死大敌。就连往日对祝融最不满的共工，也都没有开口说什么，眼中带起了滔天飞水。往日里，我们巫族也在帝俊和东皇太一手中吃了不少亏，二人的实力非同小可，再配合对方手中的河图洛书以及混沌钟，这个洪荒都没有几个人敢于招惹。而今我们修的盘古意念法同样能够御世法宝，是时候去一趟妖族的地盘了，拿一些宝贝，用以孝敬前辈。人间之上，云雾缭绕，连绵伟岸的殿宇出现在天穹中，一片金光、金霞、金玉，恍惚间能够看到一座无比巨大的门户屹立，上边书写着南天门3个鸾金大字。再往前看，便见得一座无比夺目、无比璀璨的殿宇镇压在天穹的云端，万条瑞彩绽放，千条紫气横陈，更有龙吟虎啸声相伴。这里就是妖族的总部妖庭，也是帝俊和东皇太一在前不久发现的无上洞天，里面蕴含的先天灵气无比浓厚，即便放在整个洪荒天地，都是名列前茅的无上洞天。报告两位妖帝。就在不久前，东王宫派遣一名大罗金仙，带着数名太乙金仙，对我们北部边缘的边境出手了，想要将其纳入自己麾下，白则与毕方前去迎战，互有损伤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这东王公还真是不知好歹，真以为道祖敕封他为天下男仙之首，就能统帅洪荒群仙不成？居然还敢要我妖族臣服，不知所谓。不过红军随手敕封的一个小人物，安分点也就算了，而今仗着红军在背后撑腰，竟然想要整个妖族都加入此符咒。大哥，要我看，这东王宫还是灭了的好。东皇太一眼中杀意四射，而在另外一边，帝俊则是没有说太多的话语。相比于东皇，帝俊考虑的更多。虽说心中不喜东王宫，但要是杀了还是不行，那样相当于打红军的脸。此事在意。大哥，为什么？此时红军道祖尚且在闭关，说到底，东王宫不过是一蠢货，要实力没实力，要权谋没权谋。便是杀了红军道祖，还真能为了一个蠢货找我妖族麻烦不成？帝俊微微皱眉，刚想解释一下，结果下一秒，陛下不好了，那12祖巫带着大军打上门来了。12祖巫，他们忽然打上来做什么？最近巫族和妖族也没有爆发过什么大的冲突啊。管他有没有的，早就想搞死这群莽夫了，没想到竟然主动来送死。正好不久前在紫霄宫听到略有所获，便让吾来亲自会他一会。在红军讲道的过程中，他和帝俊都有着非常巨大的收获，而今他和帝俊都借此突破到大罗金仙后期，实力的提升可谓是空前巨头。反观巫族，不仅没有从红军那里获得提升，反而是蹉跎了3000载岁月，借助这个机会，正好给巫族一个惊喜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强大。唉，算了，我也去看看吧。而几乎是东皇太一跟帝俊刚刚到来的下一秒，远处天地间便是陡然掀起了一片浓郁的煞气，继而帝将便是带着12个祖巫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，其冲天的煞气隔着老远的距离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，让云海都为之沸腾。帝将，我正想来找你们会气呢，确实不像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这话也正是我想说的，今日鹿死谁手，还得是我才知道。身为太古时代的妖族巫族大能，他们之间的对战根本就没有什么必要多说。帝俊带着东皇太一以及10大妖神一同上前，其中尽数都是大罗金仙级别的强者，大战瞬间就进入了白热化。东皇太一手中的混沌钟敲响，滚滚声浪化作实质的杀伐，万物都在这件先天至宝的声威下破灭。哪怕就算是实力强大的祖巫们，也得分配出3、2个来，才能够抗衡东皇太一的杀伐。祝融，看来这些年你巫族是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还是要尔等看看本座的杀手锏。混沌钟响，万籁俱静。这一刻，天地时空似乎都凝固了，其浩荡的钟声波及无穷遥远的地面。
祝融与共工正好处在战场的中央，直面东皇太一的混沌钟直接就被震飞了出去。系法宝。随着帝江和竹九阴的怒喝响起，便有2道流光从二人手中出现。与此同时，不仅仅是他们，其他祖屋身上亦是有光芒亮起，最终凝聚为一件乃四方形的宝盒，蕴含着无上空间之玄妙。极品先天灵宝，极品先天灵宝又如何？巫族没有元神，根本就无法动用法宝的最强威力。是吗？空间宝盒，嗨！下一秒，无尽空间之力蔓延，周围四方的空间彻底凝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巫族之人怎么会动用法宝了？极品先天灵宝发威，空间宝盒凝固万物混沌，空间宝盒发光，周围的妖族强者被惊了。帝江主九阴对视一眼，手中捏着硬币。砸在有混沌中附体的东皇太一身上，东皇太一脸色惨变，被打得倒飞出去，砸入地面。一片波纹以东皇太一落地点为中心散开，整个大地都如同海浪一样翻滚。帝江与竹九阴一个闪身上前，手捏硬币，措手不及下，帝江和竹九阴的浩瀚法诀重重落下。东皇太一瞬间就被打懵了，他根本无法想象祖屋们施展法宝的样子。为何巫族为何会施展法宝？你们不是没有元神吗？而面对这一切，巫族哪里有什么要解释的意思？在帝江和竹九阴爆发的时候，强梁、奢比师、后土这些祖屋纷纷从身后掏出了宝贝，然后都开始祭出各种各样法宝。他们手捏硬诀，光芒绽放，恢宏流光，好似星河坠落，豁然朝着东皇太一狂轰而下。面对无数法宝的冲击，不仅仅是东皇太一，几乎是所有的妖族都变了脸色。怎么会这样？巫族怎么能够操控法宝了？哪怕是妖族天帝，此时也被祖屋们展现出来的实力给吓傻了。这一幕太不正常了，从来都没有人想到，浑身煞气的巫族竟然也能用元神驱动法宝，这不就跟一个莽夫居然会用袖珍攻击了？开什么玩笑？而在另外一边，爽啊！好久没这么爽了。这才是真正的巫族。远处的战场上，入收于西兹对视一眼，眼中也尽是喜色。本来面对妖族，胜率是5-5开，甚至有些时候对方占据天庭，还是4-6开，被压制的打不过。但现在，面对我们的进攻，他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妖族有10大妖神，都是大罗金仙初级级别，能够突破到大罗金仙中期，顶峰的也就只有白泽、磁铁这3-5个底蕴较为深厚的先天神圣。可是面对同为大罗金仙、肉身强悍，还能使用先天灵宝的祖屋，他们根本就不会是对手。如今的妖族根本无人感应锋芒，10大妖神尽数都出来了，这也就意味着南天门中无人看守。帝江眼中闪过一丝惊芒，身为巫族的领导者，他从未忘记这一次出来是为了什么。天昊，去吧。是。不过闭关3000年，族都能够用法宝了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？望着远处的大战，红军心中疑惑无比，微微皱眉，眼神之中有些迷茫。很快，他的神情就凝重了起来。身为道祖，我对3界诸事无不知晓，可今日为何如此？饶是红军可识别天地万物，此时也被巫族的行动整得有些茫然了。这巫族乃是盘古精血所化，不可能诞生出元神，莫非是因为盘古，所以导致我的预料出错？12祖屋的元神凝固无比，完全不像初学者，莫非是有他人帮助？且待我推演一番。深吸一口气，红军心神当即沉入天道，并开始演算有关巫族的一切事情。数十万神通同时在这一刻爆发。然而，推演良久，红军却依旧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有用的消息，甚至还因此让周天遍布了无数乌云，各种各样的反噬酝酿不已，隐约就要坠落下来。这是天道反噬，非但没有半分收获，反而在告诫这里有着大因果吧？看着这一切，红军的心中惊讶，而实际上不仅仅是他在另外一边的战场上，东皇太一与帝俊亦是苦不堪言，心中骇然。如今不周山的大战已经接近尾声，在12祖屋的围攻下，妖族的10大妖神无不抱头鼠。若非混沌中的防御无比强悍，许多人恐怕早已战死沙场。即便如此，混沌中的防御也在摇摇欲坠。东皇太一的眼中露出几分决然，面对12祖屋的围剿，他只有拼死一搏，否则他们2妖都得陨落在巫族的攻势下。大哥，我来掩护你，你先离开战场。二弟，帝俊预感到不妙，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想要反驳，但下一秒却见得混沌中护着他，猛然飙射而去。看见这一幕，远处12祖屋瞳孔收缩。燃烧本命精血，东皇太一，
这是打算革命了。面对一个同级别的大妖革命，哪怕就算是12祖屋占据上风，此时也神情凝重了起来。对面可是一个拥有混沌中的存在，并且殊死一搏，极有可能对他们造成极大的伤害。如何？得手了。干得好，咱们撤。下一刻，伴随着无尽煞气被12祖屋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，豁然轰向了东皇太一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身形骤然后撤离去。看着离去的12祖屋，东皇太一顿时愣住。怎么回事？就这么走了？二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大哥。这是为何？他们就这么离去了？我也不知。天帝陛下，天帝陛下，不好了！您快去看看吧，家里被偷了。天好，12祖屋，我妖族与你们势不两立。遥远的天地间，妖族众人暴怒无比，望着空空如也的老巢，气得浑身都在哆嗦。而在另外一边巫族这里，哈哈，爽啊，干得漂亮！痛快！早就想干一波这2只杂毛鸟了。这一次从妖族中带出了多少宝贝？看到这一幕，诸多巫族顿时大笑了起来，只感觉浑身上下都舒坦无比。这一次是将整个宫殿都卷走了，这绝对会让那2只杂毛鸟狠狠心疼一番。还是多亏后土，若无后土的元神法，此次绝无获胜可能。后土小妹，不知前辈在何处？吾受到这般恩惠，尚且不曾前去拜访，可否以此宝献与前辈？大哥，我也有此意，正打算邀请诸位一同前去。甚好，既是如此，那便同去。诸多祖屋们对视一眼，眼中尽数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。对于这种级别的前辈来说，没有谁会不愿意打交道。他们手缝中随便露出来点东西，就足够他们用的，没有任何犹豫。帝将大手一挥，直接将整片宝山都收入袖中。继而他们便是在后土的带领下腾云驾雾而去。然而，就在所有的巫族之人都兴奋、激动、期待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注意到，在他们的身后，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小尾巴，正藏在云间，偷偷摸摸地跟了上来。刚刚打了胜仗，他们这是打算去哪里？莫非是与他们突然获得了元神有关？跟上去看看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抵达了目的地的帝江等祖屋，则是有些茫然地看着前面。这就是前辈所在的地方，是不是有些过于简朴了？不仅仅是帝江，剩余的12祖屋亦是如此。唯有后土微笑着来到了通臂猿猴面前。数日不见，道友的修为又精进了。通臂猿猴，混世4猴之一，跳出3剑，不在5行。虽说根骨不如巫族，却也厉害了些。如今居然在这里扫地。至于修为，竟然是大罗金仙。祝融与强梁玄冥等12祖屋对视一眼，对方眼中的震撼尽收眼底。欢迎后土道友，诸位道友到来，此番后土道友前来，是为上香。是的，为感谢前辈受法而来。通臂猿猴侧身，没有接礼，伸手微笑。诸位道友请。12祖屋缓缓进入房间之中，进入之后，这里依旧是与外面一般无二，没有什么华丽，很朴素。但冥冥中，12祖屋却尽数都感觉到了一股无法想象的波动，诸多香火浮现。12祖屋一一上前进行上香，只可惜这一次上香结束后，并没有跟上一次后土一般获得好处，可惜了，师尊事正在闭关。对于这一切，12祖屋尽数点头表示理解，后土也不意外，毕竟像是上一次的天大的机缘，怎么可能随手就能获得？他们前来只是为了感谢前辈的恩情。这是吾等带来的礼物，还请交纳。我会交与师尊的。多谢道友了。而在外面看着这一期的长息，却顿时有些疑惑了。这什么情况？12祖屋费了那么大劲，抢来的宝贝全给了一个猴子，这地方真的是他们的目标，没有什么特殊的。长息犹豫无比，不管了，我倒要看看这地方究竟有什么神秘的。神像空间内的林凡，则是早已沉浸在了海量的提示音中。帝将为你上香，你触发了百倍暴击，获得1份准圣气运。帝将第1次为你上香，你触发了额外奖励，获得空间大道本源碎片1份。接连12道提示传来，林凡感觉整个天地都在嗡嗡的震动。12尊祖屋上香的奖励，每一尊都是大罗金仙级别，光是气运的奖励就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数值。收集的气运已经达到阈值，触发系统额外奖励，获得混沌灵宝悟道杯1件，以及庙宇升级机会。你是否选择升级？而伴随着他的话语落下，天地间陡然绽放一缕神光，在这神光照耀之下，原本还显得落魄的庙宇，竟是在某种力量的加持下自动扩张。
就连破旧的墙壁也是换作金灿灿的一片，从中根本就无法看见往日的破旧。这就是一座真正的神仙洞府，极尽奢华与富贵，直接就让本来打算绕过通臂猿猴溜进来的长溪傻眼了。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还是我刚刚看到的小破洞府吗？长溪呆呆地看着那金砖绿瓦，根本就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好好的庙宇怎么突然变了模样？啊，此地果然别有洞天，巫族强大的秘密定然来自这里。而在另外一边，通臂猿猴则是有点傻了眼。这么干净，我还打扫什么？大佬不愧是大佬，一念可以改天换地，立下这般神仙洞府啊！林凡察觉到了12祖屋的离去，也察觉到了又有一个人到来，但他没有在意，而是第一时间查探其中的变化。不仅是加强了外观，还提升了屏蔽天机的能力。若说此前的庙宇能够抵挡圣人层次的推演，那么现在的庙宇就连天道都难以察觉分毫，而且在座庙宇里，我能够发挥出天道圣人级别的战力，这也就意味着红军都拿我没有什么办法，除非对方直接深合天道。哈哈哈，系统这次奖励简直完美，在庙宇中能够发挥出天道圣人级别的实力，也就没有立命的把握。除此之外，这次的奖励还有一件混沌灵宝悟道碑。借助此物能够让人产生顿悟，实现生命层次的跃迁，对任何层次的生灵都拥有着巨大的增幅，甚至就连会员大罗金仙、天道都不例外。只可惜对我自己倒是用处不大，先让通臂猿猴感悟一下吧。这是。然而还没等通臂猿猴感悟，他的身后顿时就有一个声音响了起来。这是什么啊？古老的石碑带着神秘的力量，像是有一个漩涡，仅仅只是一眼看过去，就几乎令妖沉沦。长溪道友，你这般突然出现，是否有些不妥？抱歉，贸然打扰，属实不妥。长溪见过通臂道友。实际上，长溪一开始并未认出通臂猿猴，靠近了后才认出来。竟是大罗金仙。虽说当日不曾进入红军道场，但也是洪荒最顶尖的存在。如今居然在这里看大门吗？而在对面，通臂猿猴哪里看不出长溪在想什么？早就在极远之处，他就察觉到了长溪的到来。因为师尊的原因，我也获得了一些能力，方圆几千万里内，一切都逃不出我的法眼。然而，就在长溪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后方的悟道石碑忽然发光，继而居然直接将长溪就卷了进去。这长溪竟然与悟道石碑有缘，可就算如此，再没有经过师尊同意便是进去，成何体统？这太不可思议了！这石碑究竟是从何而来？在这里，我能感受到万道的存在。看到这一幕，通臂猿猴也有些无奈。本来他进来是打算把长溪带出去的，结果刚一到来，他就发现了不对劲。不愧是师尊的宝物，这里面道运太多了，哪怕就算什么都不盖，也会有道运融入身躯，令我顿悟。天一这妖了，还是修炼吧，不然或许会被撑爆在这里。大罗金仙，我也成为大罗金仙了。多谢道友，带着他以金仙巅峰境界，我已困了数十万年，如今终于破开。这一切皆是因为师尊的功劳，没有师尊允许，你竟敢擅自动用宝物，还不快去为师尊上香！多谢前辈此法，助晚辈突破大罗。今日长溪以天道立誓，若前辈有吩咐，长溪定然万死不辞。看到这一幕，通臂猿猴的表情这才稍微好看了一点。不错，去上香吧。检测到长溪上香，触发5倍暴击，获得准圣气运。检测到长溪第一次为您上香，额外奖励吞天魔功。又发生了啥？这是谁？长溪？对于长溪的到来，林凡自然早就察觉了，但毕竟不是老古董，他并不知道这个女子是长溪，只知道修为似乎一般，所以就没太理会。他这是借着悟道石碑提升到了大罗金仙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通臂猿猴似乎也跟长溪说了些什么，他顿时两眼一亮，继而又拿起了3炷香，哐哐磕头。林凡也有些无语了，他大概能猜得到是通臂猿猴跟长溪诉说了自己的经历，只不过大抵上通臂猿猴也没想到这长溪竟然会这么尊敬的。准圣气运跟吞天魔功吗？倒有件事儿可以试验一下。下一秒，原本在外面磕头的长溪就发现眼前一晃，一股巨力直接把他拽了进去。这就是通臂猿猴所说的前辈所在的地方。好玄奥，好帅，这就是太初前辈。之前通臂猿猴说巫族是进入这里面才有好处，那我晚辈长溪见过太初前辈。没有人知道为了抵达大罗金仙，他付出了多少，这么多年都几乎已经快要放弃。没想到这才一来就突破了，前辈果真大能。小儿吧，你便是长溪，可有接下来的修炼法？长溪虽然单纯，却不是傻子，几乎是在听到这话的第一时间就明白。机缘这不就来了？为前辈不曾。喝了这么多头又上了香，我若是小气了，倒也令人嗤笑。此法名为吞天魔功，可证混元，与你有缘。什么
慧元，听到这话，长熙整个人都愣住，就连呼吸都有些急促。慧元级别的修炼法也太厉害了，这级别便是道祖红军也都没有多少吧？啊，多谢前辈赐法，此恩德晚辈没齿难忘。把吞天魔功传给长熙，自然不是闲的美事。他最近一段时间内也需要吸收准圣气运，而修炼这些东西，他人修炼也就等于他也拥有。有白条的修炼进度不爽吗？而且赐予了东西之后，还能增加长熙的忠心度。香火这东西可不是一次两次。吞噬万物，就连万物最基础的本源都能吞噬，太厉害了！不愧是前辈赐予的修炼法。而与此同时，林凡这边自然也收到了系统的提示。恭喜您获得吞天魔功，熟练度100%吧。不错，这才是修炼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去吧。是。长熙道友，此次可有收获？当然有收获，前辈他简直太帅了。哦不，我的意思是大有收获，前辈道法之玄妙。长熙用力挥动一下拳头，眼中闪烁金光。这一次回去，肯定能让两位兄长大为吃惊。而在距离这里极为遥远的天地，东王宫这里也收到了消息。听说最近一段时间，妖族跟巫族大战，让帝俊跟东皇太一受了重伤。确实如此。如今的帝俊与东皇，恐怕实力仅剩3、4场，这或许是个机会。道族指定我为天下南仙之首，自然如此。走吧，去拜访一下天庭，也该换主人了。东王宫跟冥河都是成名已久的大罗金仙，自然并非拖沓之人。既已做好了决定，当即就点了滨江启事。望着那东王府的滨江到来，负责看守的天庭妖族顿时就惊慌了。这里原本应该是10大妖兵镇守，但最强的白泽等人全部都在不久之前与巫族的大战中受了重伤。如今负责镇守在这里的妖族，最多也就不过出入大罗金仙。果然，妖庭空虚啊！所有人冲！伴随着东王府与冥河的前进，浩浩荡荡的大军直接将妖族天庭打下了大片疆域。陛下，我们挡不住了。听到这话，帝俊与东皇太一顿时气急败坏了起来。该死！兄长，在之前的大战之中，我们受伤严重，被围攻攻击，竟是给了这东王宫机会。陛下，让我们前去镇压他们。不必，你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东皇，我们走。如今只有我们拥有至宝，可以对抗了。你们来了！双方对峙，两边尽数积怨已久。面对这一切，根本无需多言，几乎是刚一碰面便是大战起来。感受着身边的流光，东王公顿时大笑了起来。果然，你们已伤，岂能是我的对手？陛下，我等来相助。陛下，我等来相助。然而，他们早已受伤，并且本非顶尖大国，又如何是冥河与东王宫的对手？就算是来再多又如何？这是红军赐予的法宝，乃是先天极品，仅仅只是在虚空一点，便是爆发万丈辉光。陛下，退吧！帝俊咬着牙，脸色难看无比。难道今天真的要如他们所愿吗？今日再不退，便将你们尽数斩杀。不仅如此，冥河也出手，浩荡冥河之水自九幽弥漫而出，悍然朝着众妖碾压而去。看到这一幕，众妖顿时绝望，只感觉无力回天。唐熙，你什么时候抵达了大罗金仙？
就算是又如何，还不是死路一条。血色河流通天而起，这河流乃是天地间第一条河流所化，被冥河祭炼后，拥有无穷无尽的威力，八分之极，乃是堪比极品先天灵宝。除非他们能一瞬间击溃三界里所有的河流，否则便是无穷无尽，便是混沌中与洛图河书都极难对付。然而下一秒，长息便抬头了，他张开嘴，一轮圆月升空，但圆月上却也同样无尽旋转的漩涡，似乎连接着不祥与否。东王公豁然看向长息，一双眸子里日月星轮转。这是什么？东王公骇然，冥河骇然，众人惊骇，而唯有长息心中激动无比。吞天魔功果然可怕，不愧是前辈赐予的神通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河流乃是12品业火红莲与天下第一缕河流所化，万河不灭，血河不损，而现在怎么会被直接咬去了一块，甚至还伤了根源？河流受损，本源道受伤，这如何让冥河不愤怒？长息，你该死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。长息深吸一口气，头上月光中的漩涡像是一股底洞，将所有的血河尽数吞噬而尽，任凭多少河流尽数吞噬。看到这一切，冥河的脸色顿时开始难看了起来，甚至西河还挥手开始借助这股力治疗其他众人。这是本源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？来，冥河，与我战！喂，那个莫名其妙的功法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该死！长息，你太强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干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长息出去一趟变心了。之前你不是最喜欢陛下了吗？什么变心？我觉得长息喜欢的是我。结果迎接他的只有长息一个大白眼。我喜欢的不是妖族。看到这一幕，不仅仅是东皇帝俊，就连10大妖王也都傻眼了。不对啊，不是妖族，除了咱俩，长息还能喜欢谁？总不能是巫族那群臭烘烘的家伙吧？而就在他们两个纳闷疑惑的时候，另外一边，通臂猿猴也看见了这一切的战场。不愧是龙象般若功，仅仅是肉眼就能看这么远，师尊赐予的吞天魔功也太强悍了。长息刚进入大罗金仙，就能与东王公冥河作战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？师尊道法如此玄奥，或许也该让我的六耳兄弟来听到一番了。哎呀，伤势越来越重了。看着自己手中的妖兽尸骸，六耳猕猴苦笑一声：“哎呀，法不传六耳，距离当初红军讲道已经过去上千年了。可如今我的修为却十不存一，也不知道兄弟怎么样了。他当时受伤更重，恐怕也凶多吉少。”六耳猕猴心情低落，数千年的流浪已经让他失去了当年的锐气。然而尚未等他如何修炼，六耳猕猴便是猛然抬头，神色骇然。这是大罗金仙的气息。六耳猕猴惊悚无比，不敢耽搁，急忙起身行礼。然而让六耳猕猴没想到的是，这金光居然一个转弯，直接就朝着他飞来。六耳猕猴瞳孔收缩，神情警惕，但很快他就呆滞了。通臂，六耳感受到通臂猿猴身上的气息，六耳猕猴神色惊喜：“兄弟，你成大罗了？”“是的。”“怎么回事？当初红军讲道之后，我们便断了前路，你是如何？”“幸亏有师尊教导，今日前来，我便是带你一同前去的。”
这是师尊的指引。早就在遇见林凡之时，通臂猿猴就不曾忘记自己的这个兄弟，没人比他更清楚断了前路究竟是何等痛苦。到来之前，通臂猿猴就已经请示了林凡，而对于这一切，林凡自然不会拒绝，毕竟对他来说，来的生灵越多越好。六耳猕猴虽说修为不在，但毕竟是混世四猴之一，不在五行，跳出三界，若是来上香，或许也会获得好处。听到这一切，六耳猕猴顿时神色欣喜，走，一同前去。这就是前辈，没有一丝剥夺，也没有任何的法力。通臂真不是在骗我。通臂猿猴自然看出了这一切，但他没有多言。不错，上香即可。六耳猕猴拜见前辈。自红军老祖讲道之前，便是断了前路。若前辈愿意赐法，晚辈愿永生永世供奉前辈。检测到六耳猕猴为你上香，100倍暴击，获得奖励准圣气运。检测到六耳猕猴首次为你上香，100倍暴击，获得奖励上苍之手。检测到你已完成多次上香任务，获得奖励圣人实力出手1次。望着面前的3个光团，林凡神色惊喜。上苍之手，而且还有1次出手奖励。细细感受一番后，林凡愈发欣喜了起来。一方无上大神通，可代天行罚，掌控万千世界雷劫，连接本源，修炼到极致，便是红军也都无法抗衡。是因为六耳猕猴的执念，所以拥有的。至于出手奖励，我早就想去外界一观了，正是时候。这就是通臂说的师尊。看到这一幕，六耳猕猴激动无比，拜见前辈，晚辈六耳猕猴，求前辈开恩赐法，救晚辈一命。既来此，便是有缘，便传你上苍之手吧。刹那之间，雷光环绕，无穷无尽的雷电化作一只巨掌，融入眉心之中。或是因为经历，或是因为之间，不过短短一瞬间，六耳猕猴便是瞬息理解了功法的所有。六耳猕猴骇然感受着这一切，只感觉无比的震撼，喃喃自语：这就是上苍之手，太可怕了。六耳猕猴已习得上苍之手，六耳猕猴上苍之手已精通，六耳猕猴上苍之手大成。恭喜您获得大成版上苍之手。而在另一边，感受着这一切，六耳猕猴清楚地感受到桎梏于自身的力量被解开。这一刻，六耳猕猴机遇仰天长啸：晚辈六耳，多谢师尊赐法，不知师尊明慧，自此之后，弟子当为师尊鞍前马后，赴汤蹈火。倒是好悟些，无名太初，这是你自己的机缘，去吧。通臂猿猴一愣，继而惊喜无比。六耳猕猴，你这是成功了！多谢师兄。如今晚辈亦是太初师尊之弟子了，并且我也要突破到大罗了。这是六耳猕猴，他是如何突破到大罗金仙？感受到雷电的环绕，饶是红军心中也有疑惑。这六耳猕猴究竟是如何突破的？另一只泼猴也在，日时惩戒吧。下一秒，遥远的天地间便是陡然有一道天雷坠落。感受到这一切，通臂猿猴脸色狂变，好强的雷劫！而六耳猕猴亦是猛然抬头，脸色难看。雷劫又如何？如今的我已经不是曾经。万千雷电凝聚为龙，咆哮而出。好，正好拿你来试试神通，上苍之手。都是谁在掌控雷劫？红军想杀我的弟子有那么容易吗？没想到啊，刚获得的出手机会就这般用上了。不过却也不错，六耳好生看着，这才是上苍之手。看到这一幕，遥远天地间的红军一愣，继而脸色微微有些变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竟然可以抵挡我的雷劫？是这只猴子？红军伸出一只手，想要继续操控雷劫，然而尚且不曾等他如何行动，神魂空间里的林凡也动。在这一刻，红军骤然感觉自己对那片雷劫失去了掌控。无乃天道，这六耳猕猴竟敢待我掌雷！红军微微思索，继而丢出一枚雷珠，蕴含无穷闪电，想要继续落下雷劫。雕虫小技。
这他盘膝而坐，想要推言不算，但仅仅只是片刻，便是陡然瞪大了眼，神色骇然。天道反噬，怎会如此？在这一瞬间，红军感觉到，若是继续针对六耳猕猴，或许会遭受更大的反噬。最为关键的是，这似乎并非是六耳猕猴的手笔，是谁在阻拦我？他的眼中迅速闪过各种色彩，最终深吸一口气，罢了，不过是区区一个大罗金仙而已。当下最重要的，还是要完全融入天道。这股波动就要阻挡六耳渡劫，是谁？红军？这是察觉到了我的存在吗？看起来是时候尽快提升实力了。对于外面发生的一切，六耳猕猴自然不知晓。伴随着雷鸣消散，身上气息陡然圆满，感受着这一切，六耳猕猴心中激动无比。我成大罗金仙了，弟子多谢师尊。另外一旁，通臂猿猴也为六耳猕猴高兴。然而，尚未等他们过多激动，林凡的声音便是缓缓从神像中传出来：“是吧？你们该要离开了。”师尊这是何意？是要赶我们走吗？并非如此，你们修为已经足够了，前往三界去传播我的道。是，谨遵师尊吩咐。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，不知未来究竟是当如何。